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张嘉玲张医师。大家好，我是整形外科翁日升医师。知道这个整形医美啊，是现在最炙手可热的行业了，所以整形科外科医生啊，也是各大诊所医院非常强的一种当红明星。所以我想请教翁医师，对于希望变漂亮的，而且有整形需要的，我现在不是只有医美哦，有整形需要的，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小建议？像整形是一个蛮炙手可热的一个项目，就是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够变美，而且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医美诊所，不过对于这些诊所还是希望就是大家可以选择要慎选合格的诊所，还有医院，对，很重要。还有合格的外科医师，对，很重要。对，那还有他用的医材啊，比如说肉毒、玻尿酸、伊莲丝，或是那个埋线，它是不是合格的一种医材，是不是也很重要？当然，因为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不同厂家的医材，那有些医材呢，甚至它没有经过卫福部的，所以在使用这些医材之前呢，这民众也要睁大眼睛来看看这些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医材。对，所以翁医师就讲到一个重点哈，因为很多的消费者他不会去挑战或是询问这个诊所给我用的医材合不合格，所以我今天要告诉各位消费者，你有绝对的权利来看医材，比如说他给你打的玻尿酸肉毒是不是合格原厂进口，绝对不要打水货。所以翁医师有跟我们讲一个很大的重点，绝对不要贪小便宜，贪小便宜我们俗语讲小命波波啊，越便宜的东西你要越小心。为什么？因为打在我们脸上嘛，又不是在其他的位置，跟我们不相干的位置，在你脸上，在身体总是用一个最好的东西，不然坏掉了，这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呢，最重要，翁医师我们家建议了，慎选医材，慎选诊所，慎选医师，尤其是要合格，像翁医师、翁日升翁医师这个合格的整形科专科医师，就是我们所要选的。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大家很有兴趣的题目，就是脸上的整形。那我们知道脸上整形，大家不过就是年纪大了松垮，那你年纪不大了，我们就可能单眼皮少变双眼皮，那眼袋或是说一些纹路或一些色素不均、暗沉或是一些痘痘这些脸上非常恼人的。所以为什么整形诊所、医美诊所到现在一直如雨后春笋这样的遍布出来？那我想请教翁医师，就是说，以你对于整形这些，比如说脸上的这些仪器方面，我们讲仪器，这些雷射仪器方面，你有什么样的心得，或是你什么建议要告诉大家？雷射怎么打会比较好？你是怎么样的一种经验？现在变美的仪器有非常多，包括像比较常用的皮秒雷射，哇，这个也是它的皮秒。对，还有很多拉皮的，不管是电波或是音波等等。那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的有一个保养的作用。不过就是大家还是要注意，如果太频繁的去施打这些，不管是皮秒或者电波，它有可能会让你的皮肤变得比较薄，就是可能会比较容易有一些对皮肤的伤害，对皮肤的伤害，是，所以就是也要不要定期太过频繁。所以汪医师讲的非常的重点，记得飞梭雷射这4个字所谓的飞梭叫做分层磨皮。我们过去早期在用的这个磨皮雷射，像这个红宝石雷射，类似比较那种雷射它打出来就是非常恐怖，它一下用很高的热量，但是这种雷射现在大概都不用，所以后来几年都发展成叫分层磨皮雷射，也简称飞梭，叫 Fraction 所以飞梭雷射，尤其这个雷射，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是对皮肤比较有伤害，因为它就是把它皮肤的表面分层的气化掉。所以我都建议比较年轻的小姐，如果你的皮比较薄的话，你
就不要太密集的做一些非洲雷射。那非洲雷射我比较建议说谁做呢？我医师大概也知道，就是像男性那种长脓包的、坑坑痘痘的、疤很多的，你用非洲雷射，因为男性的皮比较厚脸皮比较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用非洲雷射这个是可以。那女生你最好避免太频繁使用非洲雷射，但是不是说不能用，都可以，因为它可以去角质，可以化暗沉可以这个长我们的色素把色素去掉，这些都是非洲雷射很大的功能。但是其他像皮秒里面，皮秒我们汪医师打的经验很多啊。皮秒雷射，汪医师你打的经验，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的观众朋友，有关于皮秒雷射到底这个要注意什么？皮秒它可以改善非常多的问题，包括我们的脸上一些细纹或者是斑点，还有一些坑坑洞洞的凹疤的。不过就是如果是接受比较高能量皮秒雷射之后呢，那可能会有短暂性的一些泛红或者一些结痂的一些伤口。那有些这些伤口你就要特别注意，保湿还有防晒。因为这些伤口呢，如果稍微不注意晒到太阳，它有可能会让这个反馈的情形更加严重。所以防晒上面是非常重要。对，所以皮秒雷射是近2年来比较新的，因为各位知道一台皮秒雷射当初的售价高达1200万最初的时候，后来降到1000万，降到800万，降到现在的200-300万也是一个非常贵的仪器那么皮秒雷射里面有分成这个所谓的净肤叫1064，另外一个蜂巢所以刚汪医师所讲就是所谓的蜂巢的部分，蜂巢就是取代了以前的微缩那里面的1064就是以前的净肤。所以为什么皮秒那么贵？因为它就把2台仪器搞在一起所以它有2台仪器的功能，就把它过去2台仪器把它变成1台仪器的功能。那么加上微缩它的在里面它叫皮秒。为什么叫皮秒我们有叫 picometer皮秒就是10的负12次方，我记得不知道有没有讲错，10的负12次方。它的雷射数非常的细，它很温和不像雷射这个它出来的雷射数很粗很大，所以它是一个皮秒，比纳米含到皮米更细的雷射数，所以它对我们皮肤的伤害是很温和，比较没有大伤害，但是它的收费会比较贵所以各位呢，在慎选雷射的时候要非常的细心，做好术后的保养。这是第一部分，植入剂植入剂之前我要讲到一个叫做肉毒杆菌那么肉毒杆菌呢，我要请教汪医师以你整形科医师来讲，肉毒杆菌真的非常有效。我以前也打过很多的病人肉毒杆菌。有关于肉毒杆菌，你有什么样一个提醒给各位观众、爱美的朋友？肉毒杆菌，大家听到我很想打你有什么样的建议？这个肉毒杆相当热门的一个项目，对，非常热门。那比较常用的地方在我们的抬头纹、鱼尾纹、抬头、鱼尾、皱眉纹但是如果要施打这些肉毒杆菌前大家要特别注意的是，因为它施打完之后呢，会有短暂性的，你会觉得上半脸呢有点比较僵硬，因为我们的肌肉被麻痹之后呢，会有短时间的一个比较不习惯。那甚至如果你平常眼皮就已经是比较下垂的，在张眼的时候呢，会利用到你的抬头纹、抬头肌去帮助你这个眼睛张开的话呢，这些人呢可能就比较不适合去施打这个肉毒杆菌，因为它会让你的眼皮更加下垂，会让你整天都有睡不饱那种睡不好、眼睛下垂的感觉对，所以这个是发生在所谓的那个额头肌这个部分所以这个打肉毒其实跟医师的技术也是很重要，跟我们的剂量很重要。我们其实有些区域是要避开，不能打肉毒的。那因为汪医师刚刚讲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说，其实如果你脸上松的话，那当然你这边打不动了，那这边它就会跑到别的地方去。所以肉毒主要是在治疗动态的那植入剂像玻尿酸之类的治疗静态的那什么叫动态纹、静态纹？各位一定知道很清楚，有些不明白。所谓动态纹，就像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才会产生皱纹
没有做动作不产生皱纹，叫你的鱼尾纹，平常好好的，你笑一下，这个鱼尾纹就跑出来，就叫动态纹。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到肉毒杆菌来治疗。好，所以刚刚翁医师有跟我们提到，抬头纹、皱眉纹、鱼尾纹的动态纹，我们需要用肉毒杆菌来治疗的。把这2块主角肌打掉，变成一个非常鹅蛋脸，哇，这是很多美女喜欢的鹅蛋脸，就2块打掉。所以我们肉毒杆菌它有一个这么大的特性，那最后它拿一个拉提把这2个做拉提，这都是很多整形科医美诊所常做的这是有关肉毒的。针对癌症以及所有以前神经退化性的疾病，比如说中风、阿兹海默症、帕金森氏症、小脑萎缩症以及脊髓损伤症，这些过去已经没有办法突破瓶颈的疾病，未来我们都建议把希望寄托在干细胞身上。因此基于这几个考量，卫福部在107年的9月6号，也就是2年多以前公告了特管办法，里面的附表3有6大项我们可以施做的，包括免疫细胞治疗癌症，以及干细胞自体的干细胞治疗所谓的皮肤缺损以及所谓神经退化性疾病，这些都是已经合法可以在医疗院所使用。那么这些细胞的施作来源、好处坏处，谁可以做谁不能做，怎么做，做了以后什么副作用，做多久，这些都是里面的细节问题。刚好张医师对这个细节问题有很深入的兴趣，如果各位观众你对这些细节也有兴趣的话，欢迎你来跟我们一起讨论，请你在我们底下留言你想知道的干细胞、免疫细胞，为什么他们治疗癌症，为什么他们治疗以前无法治疗的神经退化性疾病，像中风、阿兹海默症、小脑萎缩症以及脊髓损伤，这些神经破坏已经没有办法恢复的疾病，现在的新希望。如果你对这个话题也有兴趣的话，欢迎你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如何打，什么人可以打，什么人不能打，要打多久，哪里打，怎么打，剂量怎么样，有什么副作用，打了以后怎么样，会有什么，这些相关的问题我们可以给你很多最新的医疗资讯。欢迎你留言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能够用全力来帮助你解决你的疑难杂症，帮助你解决很多很久很长期困扰你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希望你到我们加入我们的粉丝团，成为我们的狂医秀狂粉的一份子，这样你当可以得到很多新的知识跟资讯。谢谢各位。你知道吗？玻尿酸植入剂就分很多种了。爱你的朋友想知道哪一种比较适合你，下集不要错过咯。喜欢我们的朋友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谢谢。